我是郭皮儿，甜蜜家园前情提要。少年阿贤在父母去世后，独自来到一座破旧公寓租房，想要借此一个人自我了断，但还没有来得及正式付出行动，公寓里就疑似爆发了丧尸危机。紧接着，公寓仿佛成了整个地球上最后的避难所，而大门外是被各种怪物摧毁的残破不堪的世界。阿贤在19岁的时候，是个宅在房间的网瘾少年。他的世界里除了快乐的吃鸡，就还剩下自残了。隔着一扇门，母亲想和他沟通都得发短信，但他只沉迷于自己的游戏世界，连家里组织的旅行都充耳不闻。没想到隔着一扇门，不光有代沟，还有天各一方。他的家人在路上出了车祸，一次性集体装盒走了。葬礼上，阿贤对家人的去世没有任何伤感，哪怕只是走走形式，他反而冲着家人的遗像责怪他们留下的遗产太少了，买不了好装备，这让哥以后怎么幸福快乐的吃鸡？面对这么一个孝子，叔可忍，婶儿也不能忍。很快他就被葬礼上的亲戚们赶了出去。时间回到8小时前，阿贤昏迷以后，把脸男带他给智秀照顾，而自己则大摇大摆的到外面去查看情况了。智秀只能心神不宁的守着他。听到阿贤的嘟囔声，才发现他额头非常的冷，没办法，他只能抄起棒球棍下楼求助。而这时怪物的新闻已经登上了热搜榜第一，恩赫却还对公寓里的情况浑然不知。漆黑的楼道里，他一边唱着这里的山路18弯给自己壮胆，一边走着楼梯，一个不留神摔倒在地。这时八脸男出现在了他的身后，他赶忙表示街是在这里乘凉，赶紧走吧，不然冷气都要被你带走了。八脸男还没有来得及说什么呢，变异后的红衣女郎突然折返回来。八脸男虽然有惊无险地将他抱头拿下一血，但自己的背后也被咬了一口，这都给恩赫看傻了，眼前这位暴躁老哥是个狠人呐。楼下，郑一景和军人秀雄合作安置好了死者尸体，他还想着要给死者的家人打电话告知死讯，就算电话打不通，起码要拍个照片封存。智秀在下楼时遇到了一个正在变异的大叔，他将对方一棍放倒以后，还想着过去看看情况，却被身后的郑宰宪制止。这时大叔也已经完全变异，郑宰宪急忙抄起手中的家伙，和八脸男一样拿下一杀。眼镜男斯文哥哥返回1楼时，一名女住户正执意的要求打开公寓的大门，他要出去找自己的女儿，但眼镜男表示他不能拿整栋楼住户的命冒险。正当两人僵持不下时，所有人的手机收到了一条标注紧急灾难的短信，上面建议有流鼻血、昏厥、具有攻击性的人都得立刻隔离。世界似乎真的沦陷了，这让在场的人都陷入了绝望。郑宰宪却还表现得相对冷静一些。智秀问他这种情况下是怎么还能保持这么冷静的，他心想其实我也慌了一批啊。接着两人聊到刚刚那个变异的大叔，也不敢肯定，只能估计他死了吧，毕竟没有人被砍掉半个脑袋还能动弹的。但不久后，楼道里发生的情况就让他被打脸了。变异大叔显然超出了正常人类的范畴，又满血复活了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住户中的泡面头突然从人群中站了出来，他表示大家不能聚集在一起坐以待毙，应该各自回各自家中锁死房门，听天由命。这就让超市老板很不爽了，他表示大家都得聚集在一起，才不会各个击破。但他的说法却遭到了嘲讽，他只是想保住自家超市那一亩3分地儿才会这么说的。正当大家僵持不下的时候，八脸男的出场让所有人都停止了争吵，同时将焦点聚集在了他的身上。因为他背后的伤口格外瞩目，超市老板哆嗦着用电击枪将他放倒。8个小时后，天亮了，阿贤看着窗外的末日景象，鼻血不止地喷涌而出。与此同时，眼镜男正在网上查找相关消息，他看到一个昵称科鲁科鲁的博主发的帖子，对方声称这并不是疾病，而是一种诅咒，这些怪物并不属于这个世界，而是受到感染才来到此地。他也很不幸被感染了，人类无法战胜他们。如果你也被感染，又觉得人间不值得，就早点自我了断吧。如果你想活下去，就得知道一件事儿。没想到看到这里的时候，网络却突然断了。阿贤关掉电脑，想去门外拿昨晚的泡面，没想到一开门就与那个没了半个脑袋的变异大叔迎面相迎。幸亏那个大叔没有眼睛看不见。面对要不要杀掉八脸的问题，超市老板和弟弟丙日陷入了一番争执。最后，这个艰巨而光荣的使命就由超市老板提着刀，戴着防毒面具进去完成。八脸男心想，哥好歹也是个人物，哪能这么容易就下线？要放到眼前这个小角色，压根儿不需要动手，只需要轻轻一脚，外加一个头锤就 OK 了。郑宰宪和智秀在楼道里进行着搜索，一扇门里传来了动静，他们小心翼翼地走了进去，
见到一个被五花大绑的男人，正是昨晚被八脸男好一通蹂躏的目标邋遢男。他声称是有人入户抢劫把自己弄成这样的，已经在家里待了好几天，不清楚外面出了什么事儿。智秀觉得还是让他眼见为实比较好。就这样，三个人各自抄起手里的家伙走出了门。值班室里，郑一警提议在救援队赶来之前，大家先在同一个地方生活。眼镜男提议可以去相对安全又远离出口的托儿所，但昨天那个与他争执的女住户闯了进来，表示反对。他还是对昨晚眼镜男不让自己离开去外面找女儿的事耿耿于怀。巧的是，女人就是托儿所的所长，他歇斯底里地把在场各位都骂了一顿。这种时候还是女人最懂女人。郑一警耐心说服了他冷静下来，现在最关键的是先活下来，才能想以后的事。秀雄也附和着说，之后他一定会帮他寻找女儿。所长无话可说，只能随他们便吧。三人组在楼上继续搜索的时候，看到一个住户已经上吊自杀。智秀赶紧去对方的冰箱里搜集着物资。邋遢男看了眼尸体后，判断此人已经死了1周了，这让郑载宪很好奇，他是怎么看出来的。邋遢男显然在隐瞒什么，编了个拙劣的谎言掩盖了过去。阿贤看着手机备忘录里写着自杀日期，陷入了纠结。如果现在自我了断，那起码还能以人的模样死去。正当他犹豫时，窗外的声音醒了他。一位父亲正准备用绳索溜到下面寻找补给，但安慰女儿的话还没说完，一只独眼怪突然冒了出来，让他领了盒饭。阿贤吓得关紧了窗户，但听到楼下姐弟的求救声，他鼓起勇气吸引了怪物的注意力。就在他要被怪物勒死的时候，隔壁的大叔扛起他娘的意大利拐杖炮一发带走。大叔用文字的方式告诉阿贤，那些怪物根本杀不死。楼下怪物断裂的尾巴居然还在啃食着那位父亲的尸体。大叔接着教给了阿贤避开怪物的方法，想要救楼下那对姐弟，就来我这儿领了装备再说。阿贤咬着牙打开了门。与此同时，邋遢男突然停下了脚步，他觉得还是回家一个人待着比较好，他不愿意再连累郑在宪和智秀了。末日下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，智秀没有挽留他，只是叮嘱了他一句：注意安全。托儿所的房间里，丙日开始和大家搭起讪来，认识了秀雄，还有报狗大妈孙慧仁、泡面头刘彩焕。这时超市老板一脸不爽地走了进来，他叫嚣着要找八脸男算账，结果叫嚣了一圈也没找到人，而八脸男此时正步履蹒跚地往楼梯上走着。恩鹤跟在他身后，彼此互放了一波如果你变异了我就杀掉你的狠话。阿贤来到了大叔的房间里，大叔自我介绍了一番，他叫韩斗之，要想救下那对姐弟，唯一的办法就是阿贤自己抄家伙下去，毕竟这不是在印度，总不可能让他一个坐着轮椅的残废下去大杀四方吧。阿贤差点崩溃，韩斗之赶紧安慰他，叔叔虽然在肉体上没有办法支持你，但在精神和科技树上可以给你多加点 buff。 说干就干，他马上动手给阿贤的武器上加装了电疗功能。刚刚的意大利拐杖炮还剩下2发炮弹了，他打算一发留给有可能再次出现的怪物，另一发就留给自己保全节气。阿贤怀着忐忑的心情抄起了武器下了楼，借着大楼内停电的优势，在黑暗中他拿变异大叔好好试验了一下新武器的威力，然后快速前去救人。因为整栋大楼停电的缘故，眼镜男决定按3小时前和郑一警商量好的计划来，由郑一警去配电室里查看情况，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能有所收获。他出发前还不忘在超市内拿了一些必要物资，这让超市老板非常不爽，只能把怒火发泄到了老婆身上了。孙慧仁有些担忧，他想让郑一警放弃前往配电室的想法，因为就在刚刚他的狗就在不停的叫唤，这显然是要出事的节奏。但郑一警已经打定主意要去，他头也不回地踏上了前方未知的路程。阿贤找到了姐弟俩，年幼的他们还幻想着自己的父亲还活着。尽管真相很残酷，阿贤还是告诉了他们，之后便耐心地说服并且鼓励姐弟俩跟自己离开。但没想到的是，刚走没多久，大量的鼻血就再次从阿贤的鼻子里喷涌而出。他在意识逐渐模糊前，让那姐弟俩赶紧离开，有多远走多远。之后他就和另一个自己在意识中展开了博弈，各种痛苦不堪的往事如同过电影那样逐一闪现在他的眼前，最终双眼变得漆黑一片。阿贤已经变异。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